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小耳，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红龙视频。我前几天不是录了一期红龙海战的对决吗？然后在那期视频下面有一位观众留言说，在多人模式下，有一些玩家会叫出一大堆的喷火小艇去烧对面的大船。所以我们本期的这个对战呢，就是试一试这个玩家的战术。当然在这儿我用的是回放，因为上一期是那种实况解说的话，有很多这种细节的对战特写我就给不到，只能去一直用这种大的这种指挥官的视角去指挥那些单位行动，所以细节上观众们的这个观感就没有那么好了。然后在这里可以看到，我本次给这个操控的舰队只安排了4种船，就是进攻的主力呢是这种潜水炮舰、喷火小艇，大概就是在越战时期美军使用的这个在越南的河流里用来支援步兵的这么一种喷火小艇。除此以外呢，还有一种型号跟它应该是一样的船体，但它的前面搭载的看样子是一个特制的炮塔，最开始我以为它是 M48 的炮塔，但现在看看并不是啊，而且它装备的呢是一门短管的105榴弹炮，在现实中应该也是沿着那个河流给步兵什么的提供火力支援的单位。然后第3种船呢就是这个补给舰，我想着我们可以补一下弹药啥的。第4种就是指挥级的船了，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指挥级的船，不然这个对战就进行不下去。然后在这儿呢，我首先让这些105炮舰啊，他们停在原地开火，打这个烟雾弹来封锁这2个小岛中间的这个水路，因为敌方有可能会从这边发起主攻。当然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回放模式，所以我们能看到这里停了一艘罗金级，但在实况游戏的时候，当时我是看不到的。这些小艇因为他们个头小嘛，所以上面的观瞄设备呢，估计就是艇长的望远镜，它看不了那么远。然后在这儿可以看到罗金级的头上已经有那个瞄准了，它看到了我们的小船，并且发射了这个导弹，反舰导弹。当然中间有这么多的烟雾，它这2发导弹也是打偏了，所以我这波烟雾打的还是比较及时的。然后敌方的主力舰队呢，此时也是感受到了我们的进攻方向在这边，他们就赶紧把这些什么达努契卡呀，或者是狼蛛级这些小导弹艇给调了过来。而且可以看到，这个 AI 还是很聪明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武器呢，导弹那一栏是关闭的，原来这个 AI 都会进行这个武器关闭的操作，然而有的玩家还不会。然后这边我的小艇已经聚集了上来，当然此时我这个舰队还没有来得及摆开阵势，像这种情况就很危险，如果有一艘船爆掉的话，它会给附近的其他船只造成一定的伤害。现在距离拉近了之后呢，这些小艇就开始喷火，当然他们自己作为一艘小船呀，血量很差，我估摸着在现实中它都没有什么装甲，挨上这些比如说这个达努契卡前面是一个后面是一个76毫米的舰炮，包括这个大一点的现代级呢，它是一个双联的130舰炮，我的天呀，这一炮打到小船上，船就没了。不过这个游戏大概是为了平衡，你们看这么近的距离上，这个现代级都打不中我们的小船。然后这边小船靠近了，开始喷火，这个火焰满天飞，真的很震撼啊！这里我将 HUD 给隐藏一下，这个是无畏级吗？这个家伙现代级此时已经完全被火焰覆盖，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状态呢是武器操作员受伤，它可能是它上面的一些小的火炮的操作员已经被烧到了，它的部分火炮呢就没法开火。可以看到它现在前方的这个双联的130舰炮都不动了，它的炮手应该是被烧到了。不过在现实中，这种舰炮啥的应该是全封闭的吧，它的操作员应该是在炮塔里面，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被烧到。但在这个游戏里的设定就好像它是坐在一个敞篷的炮塔里，当场就被烧掉了。然后后面这个小的达努契卡也是武器指挥官阵亡，我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此时这个现代机已经快不行了，它被大量的这个火焰呢烧到惊慌失措的一个状态。你们可以看到它的130舰炮，它此时不打近距离的喷火小艇，却在朝着后方那些喷火小艇开火，然后它就被烧爆了。所以那个观众留言呢说，一些玩家在多人的海战中会派大量的这个喷火小艇去烧对面的这些大舰，这一战术在这游戏里是成立的。当然在现实中，我咋想这种小艇它都没有装甲，或者是很薄的仅能防住轻武器的装甲，若是挨上这些130舰炮，就别说130舰炮了，76毫米的速射舰炮都能准确的挨个点名把他们给打掉啊。但在游戏里这一战术确实管用，将这些狼蛛级啊、无畏级，你们看这红海军的最大的主力舰都给烧懵了搁这儿。而且这些应该是凝固汽油吧，他们泼洒在海面上呢，这个在海上也是可以持续燃烧的。这漫天的黑雾啊，包括这个高温呀，对这个甲板上的舰员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吧。被这个烟雾给呛到，迷到眼睛，被这个火给烧伤身上的皮肤，都会导致他们的这个作战能力降得很厉害。当然这一局你们别看我打得猛，但最后还是输了，因为我们总共能部署的这个潜水炮舰就只有20多艘吧，现在已经全部被对方的大船给打得差不多了，就剩下这么几艘了。然后此时右边又来了一队这个敌方的后备舰队吧，然后我的反应也是有点慢了，才刚刚把烟雾打过来，已经来不及了。他们的这个舰炮可以在视野良好的情况下攻击我们的这些小喷火艇，就像打野鸭子一样啊。然后在这儿后续来的这个喷火艇也开始朝着这个无畏级喷火，这些靠近的不喷火，好像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燃料还是有的呀，为什么刚才不喷火呢？现在又是近距离的一个拼刺刀，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看它竟然有这个进水的状态，被火烧竟然能把这个舰体给烧个大洞吗？然后现在他其实这波如果打赢的话，对面也就疯了。你们看他后备的这些支援舰艇都是这个罗金级啊，就是比较拉的一艘船，只有100炮和2枚导弹。然后现在我们还是将视角给到这一艘无畏舰，我先将 HUD 隐藏一下，看看这个角度截个屏用来做本期的封面会不会比较好呢？一艘被烧的半死的主力舰搁这个火海里慢慢的驶了出来，然后此时呢，他是成功的摆脱了附近的这些我安排的小艇。我感觉就是我自己的小艇在这个火海里也是会受伤的，所以他们很有可能是被自己的这个火焰给烧掉的。然后此时这艘无畏舰呢还有2格的血量，但是他此时这个130舰炮已经打空了，我不知道他干嘛往前冲，是不是想靠近了利用他这个舰体两侧的这种近防炮去雷扑我的小船呢？然后在这儿呢，我就赶紧命令我后方的这些小的105炮舰逃跑。你看到没有？他竟然丧心病狂的打那个大号的反舰导弹炸我们的这个补给船，然后赶紧让他们逃到这些岛屿后面有掩护之后呢，就让他们强行的攻击这艘无畏舰所在的位置，让他们的这个105榴弹炮啊，在现实中它这个炮弹根本就不是用来海战的，应该就是打这个榴弹或者是烟雾弹去支援地面上步兵行动的。在这儿可以看到它的精度呢比较差，大量的这个105榴弹呼啸着落在了这艘无畏舰的旁边，但一旦有一发击中呢，这个105炮弹的装药量也是不小的。好嘞，我在
挂着这个岩石镜头这么久之后呢，就是这么多弹雨啊，只有一发这个105击中了这艘残血的无畏机，它就爆掉了。所以由此可见，这个105炮的伤害真是蛮大的。不知道在那个多人海战中会不会有玩家利用这个玩意儿，就是它的这个精度实在是太差了。而且你们可以看到，这个一发炮弹落在这个罗金级旁边呢，它依旧是平静，所以打它这个弹雨估计也不会对敌方的士气造成太大的影响。反正本期视频我最后是输了嘛，但是击沉敌方2艘主力大舰的任务是完成了。所以由此可见，这个一些玩家会使用大量的小艇去攻击敌方大舰的这个战术，在这个游戏里还是能够实现的。但是在现实中吧，这种内核的炮艇真的遇上专业的这个海军的舰船的话，估摸着只有被按在地上摩擦的份儿。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如果您想看更多的红龙视频的话，还请多多3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